挑衅营。有没有人发现，在周选之前呢，我们那个最长寿的前首相马哈迪做了什么吗？他推出了马来人宣言。说马来人呢已经失去了这个政治权利啊，所以呢他就号召马来人要团结起来，然后拯救这个马来民族。好，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了啦。每一次选举的时候呢，很多政治人物呢都会打出我们最熟悉的种族牌，去制造呢这个族群之间的恐惧。Actually， 这个是我们都已经非常习惯的恐惧了啦。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到底马来西亚种族之间的恐惧和分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其实呢，一切都是当权者按照着自己的需要，用了200年的时间，一步一步打造成的。没有错，前后后用了200年。种族恐惧 Step 1， 改变人口。那原本的马来半岛呢是总共分成9个独立的马来邦国。那这里呢本来就有少量的华人和其他的种族定居或做生意。1786年英国人来到之后呢，他们不但殖民了这片土地，还引进了很多的英国官员、商人，以及最关键的就是廉价又大量的劳动力华人和印度人。原本呢还是相安无事的，怎么知道呢？随着时间的推进啊，经济发展越来越蓬勃，来的人就越来越多，而马来人的比例呢也开始慢慢变少。1921年的时候呢，马来人已经跌到了50% 以下哈。那去到1947年的华人人口更是反超马来人，所以呢，种族之间的恐惧就在看谁比较多的人数比赛中呢，慢慢的萌芽。直到今天呢，这都还是一道解不开的数学题。Step 2， 改变种族的分类法。一开始，英殖民政府统计人口的方式呢，是以血统还有原本的居住地来进行分类的。马来人呢就会细分成 Jawa、Jambi 和 Bugis 等等。那印度人呢则会分成 Tamil、Telugu、Sindh， 而华人呢就分为福建、广府、客家、潮州、海南等等。但是呢，到了1891年之后呢，英殖民政府开始慢慢简化分类的方法。英国人呢就会用他们自己的 imagination， 很简单又很粗暴的把大家就分成为了马来人、印度人、华人。本来大家都已经没有很熟了啊，只是住得比较靠近的人呢，突然之间就被 gang 在一起了哦。那英国人呢就用这种策略呢，其实是为了要方便他们自己的管理和统治，尤其呢也是为了要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之中啊，慢慢的去相信。愿意相信英殖民所定义的族群认同，甚至深陷在里面，然后呢，再慢慢的放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恐惧心理。Step 3， 限制你住的地方。那除了心理上面的族群认同，英国人也有意无意用种族来划分大家的居住的地方哦。比如说马来人呢就住在种稻米的乡区，而华人呢就住在矿场的小市镇，印度人呢则是住在圆丘。用这样子的方法呢来强化族群之间的隔阂。为什么我会讲它是有意无意呢？那举个例子。当时候呢，英殖民政府呢，为了要保护马来人，推行了马来保留地的政策。虽然呢，这个政策啊，听起来好像是很讨人厌啊，利益良善啊，出发点很好啊。不过，其实呢，这些保留地呢，大多数都是农业用途，几乎呢都集中在马来人住的地方，结果反而让马来人都集中住在一起。而没有马来保留地的地区呢，则被其他种族占据。然而，不管是乡村或者是城市，普遍上呢，大家都只会跟自己的种族住在同一区嘛。唯有在做买卖的时候，或者是进行一些商业活动时，不同的种族呢才会跨区做交流。跟这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比如说你们去买屋子的时候，那些property agent不是会讲嘞我们这个地方很多华人住的啊，是华人区，我们这个地方是马来区这样子。结果感觉好像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还是一样困在这个情况里面。Step 4， 看肤色来分配工作。那在英国殖民的时代啊，你的肤色就等于你的职业。
因为呢，当时的社会认为啊，某某的种族一定是比较擅长某一种工作，就好像是我们现在也会觉得说，印度人好像都是医生啊，都是律师华人都是做生意的啦，或者是做 accountant 的很会算啊，警察还有公务员呢，一般上都是马来人在当，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的意思啦。不过呢，差别就在于在那个年代的职业刻板印象呢，其实是会让种族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举个例来说，英国殖民政府呢，为了要确保有足够的粮食，他们不让本来就种植稻米的马来人改种其他的农作物，也不让他们呢把农地改为其他的用途。那这也让乡下的马来人很难跨到其他的商业活动去，比如说当时很蓬勃发展的矿场啦，还有橡胶业啊，都被华人和印度人占走了，而马来人呢就只能够继续的种稻为生。那当种族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嘞？结果就是恐惧和猜忌。那当种族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嘞？结果就是恐惧和猜忌就越来越结果就是恐惧和猜忌也会越来越深咯。我不要改，可以。而且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呢，用种族来分配职业不是因为市场机制，而是英国人刻意的操作。那因为这种分而治之呢，是可以降低每一个族群的实力的，那么就可以避免有人可以强大到来挑战英国人的地位。是这样。Step 5， 什么人念什么书。那虽然呢，今天的马来西亚呢还是面对着解不开的这一个教育问题啦哈，不过呢 ，at least 我们还是可以自由选择我们想念的学校啦，比如说华小啊、读中啊、国民中学啊、国际学校啊，是随便你选的。不过呢，在英殖民时代的时候呢，你的肤色就决定了你的学校。怎么说？举个例，当时英国人呢，其实在乡下呢开了很多的马来学校，去招收马来学生的哇。但是呢，我们的国父东姑阿杜拉曼就说，本来乡下的华人小孩也会去马来学校上课的。可是呢，1934年之后，英殖民政府突然禁止非马来人去马来学校念书，甚至还规定非马来人只可以去英语学校或者是华语学校念书。那当然，可能也会有人讲说，没有啊，英国人都没有限制马来人去英校上课，大家还是可以去英校里面交流的吧，是没有错啦。但是呢，你想哦，英校都开在城市里面，当时有很多的马来人都是住在乡下的哇，所以呢，英校根本就很难招到马来人入学。So， 根据1941年的记录啊，英校的马来学生的比例只不过占了区的10%而已。还有另外一个呢，让华人跟马来人渐行渐远的原因是，英文在哪里？反正这稿是写的 ，OK。另外一个让华人跟马来人渐行渐远的原因是，当时候的华语学校课程的内容呢，都是当时候的中国呢 import 进来的。那虽然住在马来亚，可是念的都是国外的东西。那大家从小学的东西差距都这么大了，长大以后怎么样会交集嘞？其实现在也是。Step 6，二战时期日军也来分化。那原本以为英国人呢已经很会politics，很会分化了，没有想到1941年日军入侵马来亚之后，日本人也学起英国人玩分化，甚至我觉得比他们更厉害。当时候的日军呢就推出了这个口号：阿西亚更多，阿西亚，亚洲属于亚洲人。来吸引马来人支持他们解放马来亚。那日军呢成功占领了马来亚之后呢，也重用马来人当警察和公务员，同时呢，他们也针对多数都在抗日的华人。那这种刻意制造的种族对立，也让不同的种族留下了不一样的记忆。比如说，有很多的华人都觉得说日军很残暴，但是也有很多的马来人觉得其实日军占领马来西亚的时候跟英殖民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呢，就算呢之后呢日军投降撤离，但是其实呢日本人留下的这一些种族对立的伤口到现在都还没有愈合。Step 7，独立之后政客也来分化。那经过171年的英殖民之后呢，英国人分化我们的后遗症是没有办法呢，我们喊一喊 Merdeka 就马上消失的啦。所以就算呢我们开始有了选举，也有了自己的政府，可是呢我们的政治人物还是继续的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分化政策呢来陪大家。那就像是那个每一次都是很喜欢走这个手法的这个当了20年首相的马哈里先生，就有评论
家批评他说，精神世界并没有和殖民思想完全决裂，意思就是说呢，他的思想没有跟这时代演进啊 ，still 还是在这个殖民思想里面。So， 因为这些情况啊，在独立之后呢，马来西亚应该长成什么样的样子？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政治人物都有不一样的想象。有些人呢就想要比较伊斯兰，但有一些人呢就想要比较多元。这种认知的差异呢，也就让政客有机会延续英国人的分化手段。他们让我们呢互相猜忌、互相恐惧，每时每刻都在担心自己的权益会不会被另外一个族群呢给抢走。唯一不同的是，英国人分化我们是为了要方便殖民，而政客分化我们是为了得到选票。我们到底要怎样才可以打破这200年来不同时代的当权者所创造的种族恐惧呢？有没有答案？那有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因为呢，现在好像还没有人可以想到这个解放啦。如果你的想法可以救国的话呢，你的付出贡献就非常的伟大。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一下。我跟你讲，真的是因为我们的美食好吃啦，我们的美食可以让我们的决裂变好一点点。还有羽毛球啊，对，要不然我们真的可能关系更紧张。OK， 虽然是这样子讲，有很多讨人厌的政客还是会玩这个手法啦。不过我们上一集其实准备的内容的时候啊，就有发现也是有一些方法呢，可以反制那一些 racist 的政客的。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讲的方法是什么的话呢，可以快去我们的频道找我们之前的影片来看。我是英英，我们的频道呢是每个周3还有周6呢会在 YouTube 首播。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话呢，都可以在这一些平台follow我们。我们还来个下集跟大家拜拜。